Hello，大家好，很高兴我们又见面了。原本呢，这个星期我想跟大家讨论一个心理学方面的话题，就是内向性格和外向性格。但是呢，因为这个星期我实在是有点忙，然后再加上我自己呢又没有什么太大的动力做视频这样子，所以呢我没有完成那一个视频。那今天呢，正好我跟我的一个学生出去吃饭，然后在吃饭的过程当中，我们聊天的时候呢，我就教了他两个比较有意思的表达方式。所以呢，我就想，我也挺想分享给大家的。那在今天的这一期视频里呢，你会学到几个网络用词，就是可能你在书本上学不到，但是呢中国人特别是现在中国的年轻人经常会说的这样的几个表达方式。我希望这对你们来说有用，我们一起来看一下吧。第一个表达方式呢叫我走的腿都要断了。然后你们知道，就是在中文里面，我们有一个结构是动词加上的，然后加上一个补语。这个补语呢是用来形容它前面那个动词的一个程度或者是一个结果。比较简单的用法呢，就比如说他跑得很快，或者是他的中文说得很好。那你在后面呢，你不但可以加一个形容词，你也可以加一个句子。就比如说我前面说的一个表达方式，就是我走的腿都要断了。就是在什么时候用这个用这句话呢？就是顾名思义，腿都要断了，就是就表达你可能走了很多很多的路，非常非常的累，腿非常非常的酸。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可以用这种表达。比如说，如果你去参观北京的故宫，你知道故宫非常非常的大，你可能走一天，如果你慢慢看的话，可能走一天你都不一定能够看完。那在这种情况下，你可以跟你的朋友描述，你就说啊，我去了北京故宫，故宫非常非常的大，我走的腿都要断了。就是这样子。或者呢，就是比如说你某个地方非常远，然后呢你没有坐车，你是走过去的，你也可以说我走的腿都要断了。就是表达非常非常的远，或者这个地方非常非常的大，你走了非常非常多的时间，你的腿非常累，非常酸，这样一个状态。我想跟大家分享的第二个呢是，我等的花儿都谢了。其实这个表达方式跟第一个的句型是一样的，也是一个动词加上的，然后再加上一个补语来表达这个动词的程度的。那你们知道花儿都谢了，谢是什么意思？就是我们有一个词语叫凋谢。春天的时候花儿都开了，然后到了冬天花儿都凋谢了，花儿都谢了。那就是表示我等待这样一个动作非常非常久，我等了非常非常久，等到心都要凉了这样一个状态。那举个例子，比如说你跟你的朋友约好今天12点钟一起吃饭，然后呢你就等他可能到了1点钟才来，让你等了1个小时。他来的时候你就可以跟他说啊，你终于来了，我等的花儿都谢了，就是我等的实在是太久了。就是这样的表达呢，就是可以让你的语言变得非常的活泼生动。
我忘记跟你们说了，我们的歌神张学友呢，有一首老歌叫《我等到花儿都谢了》。然后在这首歌里呢，他其实是唱一个男人，他一直在等一个可能永远不会爱他的女人，然后就一直等，一直等，就是等到可能心都凉了，然后等到花儿都谢了，可能也等不来这样一个等不来一个好的结果吧。这首歌非常的好听，我把这首歌的连接呢放在 description 里面，你们感兴趣的话可以去听一下。而且张学友他的唱功非常非常的棒，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叫他歌神。其实，在中文里面，类似的表达方式有很多。就比如说，你可以说，我累得都不想说话了。那意思就是说我非常的疲惫，连说话的力气都没有了。那这个其实就是表达你非常非常累的这样一个状态。其实呢，在中国现在有另外一个表达方式是更加流行的，就是说我累成狗了。为什么我在网上查了一下，就是为什么我们要用这样一个比喻累成狗了？是因为就是当狗就是比较累的时候，它它的那个什么就是耳朵耷拉下来，然后呢可能趴在地上，喘着粗气这样的一个状态，就是表示非常的累。那么所以呢，我们就用狗这样的一个状态来表达人非常累的一个状态，所以我们说累成狗了。但是呢，我之前有跟我的朋友讨论过这个问题，就是说我们觉得现在狗活得比人开心啊，就是特别是宠物狗，它们不愁吃不愁穿，不愁，就是又有地方睡觉，之后呢就是每天陪主人玩一下，这样子就是生活的非常的滋润。我觉得有的时候可能我们的生活还不如宠物狗呢，对不对？但是呢，确实在中文里面有这样的一个表达方式，叫我累成狗了。那比如说你下班回家，非常非常累，今天你又加班了，所以你就可以跟你的朋友说啊，我今天累成狗了，就是这样子。还有一个表达方式，可能你们有听说过，就是我笑得喘不过气来。那就是如果你碰到非常非常好笑的事情，然后你笑到不能控制自己，在这种情况下呢，你会觉得呼吸有一点困难，所以叫喘不过气。笑的喘不过气呢，就表示非常非常搞笑，实在是太好笑了这样的一个意思。那同样的，现在在中国一个比较流行的说法呢，是叫笑出猪叫声。那其实你们可以想象一下，就是一个人如果就是真的无法控制的大笑的话，他可能会发出就是像猪一样的叫声，就是他的那个笑起来的声音可能会有点接近于猪叫。那所以呢，我们就会有这样的一个说法，叫笑出猪叫声。举个例子吧，就是比如说，我在网上看到一个非常非常好笑的视频，我就把这个视频发给我的姐姐，我就会这样留言，我就说，这个视频实在太好笑了，我都笑出猪叫声。如果他看到这一个，他就会知道啊，这个视频有多搞笑，因为我都笑到不能自已这样的一个状态。其实呢，在中文里面有非常多的词语是跟动物有关系的。刚才也说过累成狗，对吗？现在是笑出猪叫声。那比如说，我们还可以说他睡得跟猪一样。
意思就是说他可能睡得非常非常的沉，就是你可能叫也叫不醒他，这样一个状态叫睡得像猪一样。还有比如说有一个成语叫狼吞虎咽。就可能非常非常饿的时候，你就非常大口大口的吃饭，这样的一个状态呢，我们叫狼吞虎咽。所以其实我觉得中文呢是一个，就是它的语言是非常的丰富，然后也有非常多有意思的表达。好了，今天我们就分享到这里。你们喜不喜欢今天的视频呢？如果你们想要知道中国中文里面更多有意思的表达方式的话，请在 comments 里面给我留言。同时，你也可以试试看今天我们一起学习的这样一个表达的方式，就是动词加上的加上一个补语。你可以看一看你会不会用了，你可以在留言里面写下你的句子，我会看，也会帮你们批改。好了，非常感谢你的收看，我们下次再见。